最近你是不是發現騷擾詐騙電話少了一大半？別以為是騙子們良心發現改邪歸正，是因為泰國動真格了，直接把炮口對準了柬埔寨的電詐園區。沒錯，雖然泰柬邊境又打起來了，但這次沒人勸架，反而全網歡呼炸得好。誰能想到終結無數家庭噩夢的會是泰國皇家空軍的轟炸聲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當地時間12月12日 ，Next 新聞率先爆出泰軍 F-16戰機呼嘯升空，精準空襲了柬埔寨波貝電詐園區。轉天清晨，湄公河上的薄霧還沒散，又兩架 F-16劃破邦士卑省天際，7枚炸彈直直砸向一座偽裝成豪華酒店的電詐窩點，8層高的罪惡堡壘在濃煙裡轟然倒塌。鋼筋、混凝土碎塊飛濺，把那些藏在裡面敲鍵盤、撥詐騙電話的罪惡全埋進了廢墟。這畫面想想就解氣，以往在園區裡作威作福的電詐分子，這下徹底慌了神，一個個拖着塞得滿滿當當的行李箱，慌不擇路地四散奔逃，頭髮亂得像雞窩。臉上沒了半點平時騙錢時的囂張，只剩驚恐和狼狽，活脫脫一群喪家之犬。有網友調侃，這哪是跨境衝突，分明是戰鷹反詐專項行動。炮彈直直飛向的柬埔寨波貝新城10號園區，落地瞬間火光衝天，濃煙滾滾，連附近園區都能感受到明顯的震感。波貝寶龍4園區也沒能幸免，遭到了泰國火箭彈的猛烈襲擊。更荒唐的是，都到了生死關頭，這些園區的惡俗操作還沒停。10號園區的物業壓根沒想過組織員工撤離，反而第一時間派人收繳員工手機，嚴禁拍照錄像，生怕園區的罪惡信息洩露出去。都要被炸上天了，眼裡還只有管控員工、封鎖消息，簡直喪心病狂。不同園區的逃離百態，更是把人性的醜陋和底層員工的絕望暴露得淋漓盡致。比如有網友投稿爆料，奧斯馬2期現在已經空無一人，早在2小時前管理層就溜之大吉。視頻裡能看到大批狗推成群結隊的瘋狂逃難，那速度比誰都快，生怕晚一步就成了炮彈下的冤魂。可奧斯馬鐵皮房園區的被困員工就沒這麼幸運了。泰軍炮擊的消息傳來時，園區還在嚴防死守，死攔住員工不讓離開。當天下午1點，有人急中生智，組織大家衝園區逃生，結果只有10個人響應，其他人要麼被恐懼裹挾，要麼抱着觀望心態，人數不夠根本衝不出去。被逼到絕境的員工在群裡憤怒怒罵，你們這群有手機的狗管理，不是在群裡看戲，就是在樓上看戲。現在只有一個辦法，所有代理和管理聯合起來，組織人員衝出去，不衝的話，要麼被炮彈炸死，要麼泰國打過來被遣返回國，那可是3年起步。即便如此，冷血的園區管理依舊死守大門，把員工們困在這座隨時可能被炸毀的牢籠裡。拜林某園區的操作則更絕，當地的本地人早就聞風而逃，飯店、超市的外賣員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連園區保安都少了一大半。從宿舍樓往外看，平民房子裡空無一人，一片死寂。而園區內已經悄悄停好了至少5輛大巴車，明顯是在準備撤離。可公司卻對員工們隱瞞了所有消息，既不通知避險，也不說明情況。小編猜測，他們要麼是怕消息傳開引發混亂，要麼就是只打算帶走管理層等重要人員，把普通員工當成了可以隨時丟棄的炮灰。更狠的是，泰國壓根沒給這些騙子留退路，裝甲車直接開進柬埔寨境內，炸斷關鍵橋梁，還緊急封鎖了泰國灣，不准任何船只停靠柬埔寨港口。這波操作簡直是瓮中捉鱉。柬埔寨的陸上鄰國就老挝、越南、泰國3個，如今海上通道被封死，路上又被泰國堵着，跑都沒地方跑。之前還有不少國家想出來勸架，結果泰國一句"我們在炸電詐園區"，瞬間讓所有人閉了嘴。畢竟天下苦電詐久矣，誰要是敢攔着，就是和無數被詐騙毀掉的家庭作對。就連之前試圖斡旋停火的特朗普，這次也沒了下文。小編猜測，美國大概率是樂見其成，畢竟要是真想攔截，泰國的 F-16根本飛不起來。上次印巴空戰，美國可是直接把巴基斯坦的 F-16鎖了的，這次沒動手，擺明了是不想插手。
很多人都好奇，泰國為什麼對電柵園區這麼恨之入骨，不惜動武也要清剿？答案很簡單，這些電柵分子直接砸了泰國的飯碗。泰國的支柱產業就是旅遊業，常年貢獻 GDP 的20%以上。可疫情已經讓泰國旅遊業遭受了重創，好不容易盼着復甦，卻被柬埔寨的電柵產業拖了後腿。這些電柵團夥特別雞賊，把泰國當成了偷渡中轉站，大量騙子先溜進泰國，再從這裡向西去緬甸，向東去柬埔寨，還有少數向北去老撾。久而久之，泰國旅遊失聯，被騙至柬埔寨需從泰國中轉的新聞越來越多，搞得人心惶惶，誰還敢去泰國旅遊？這就好比鄰居在自家院子裡堆臭垃圾，臭味飄得滿街都是，直接影響了自家餐館做生意。你自己願意爛在屋裡沒人管，但壞了別人的生計，就別怪別人不客氣了。所以不管是前總理佩通坦還是現任總理阿努廷，都鐵了心要對柬埔寨電柵動手。咱們國內反詐靠的是反詐 APP 宣傳提醒，泰國直接上飛機大炮，效果自然判若雲泥。為什麼柬埔寨會成為電柵分子的天堂？這事兒還得從歷史說起。早在上世紀90年代，柬埔寨就想抄澳門的作業，開放了賭場牌照登記，劃了一片區域，特批賭場經營。可博彩這東西來錢太快，柬埔寨很快就上了癮，徹底沒了節制。2014年，柬埔寨乾脆宣布賭場合法化，只要能申請到牌照，在全國範圍內都能開。一張賭场牌照的保證金就要500萬到1000萬美元，每年還要再交10萬美元的牌照費。柬埔寨政府一口氣發了193張牌照，光靠發牌照就賺了10幾億美元。除此之外，政府還能徵收7%的博彩稅，簡直是把賭場當成了搖錢樹。自古黄賭毒騙不分家，賭場一泛濫，各種黑產就像野草一樣蔓延開來。電柵產業也順勢在柬埔寨扎了根。離譜的是，柬埔寨政府不僅不打擊，反而把電柵當成了支柱產業來扶持。他們把電柵園區當成普通企業引入，還徵收20%的所得稅，明目張膽地為電柵站台。在這樣的扶持下，柬埔寨的電柵產業徹底瘋漲，短短幾年時間就冒出了50多個大型電柵園區。據保守估計，從業人員超過10萬，其中大部分是被誘騙過去的中國人。泰國前總理佩通坦曾公開表示，柬埔寨的電柵收入占到了 GDP 的40%以上，這個國家已經徹底淪為了電柵王國。更惡心的是，柬埔寨政府還定了一條鐵律，絕對不允許騙柬埔寨人。至於騙誰，答案不言而喻，無數中國家庭成了他們斂財的目標。小編覺得這也是為什麼國內網友對泰國的打擊行動如此支持的原因，畢竟這些騙子坑的都是我們的同胞。除了電柵，柬埔寨還在搞所謂的生物科技，這裡小編就不展開說了，說多了怕頻道就沒了，有興趣的自己去查吧。總結就一句話，要是沒有頂級庇護，這些園區怎麼可能在柬埔寨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？而這些電柵分子有多囂張，被騙的同胞就有多悲慘。51歲的四川漢子張全安，被朋友以去老撾做工程發財為誘餌，推進了柬埔寨電柵園區的深淵。因為不會打字，他被犯罪集團當成殘次品轉賣，中途趁警方查車僥倖逃脫，卻成了無生計的異國流民，只能在金邊的旅店裡賒賬度日，日夜盼着回國的消息。像張全安這樣的受害者還有太多，有人被誘騙後遭遇毒打虐待，有人被迫撥打詐騙電話直至精神崩潰，有人試圖逃跑卻被打斷雙腿，還有人永遠定格在了逃離園區的深山密林中。如今的柬埔寨已經開始認慫了，首相洪瑪奈呼籲泰國避免使用武力，要通過和平機制解決問題。但泰國總理阿努廷直接硬剛，泰國不會和柬埔寨進行任何級別的談判。其實明眼人都知道，柬埔寨現在的處境全是自己作的。很多人誤以為柬埔寨是中國的小弟，其實早就不是了。小編覺得，洪森統治柬埔寨幾十年，後來傳位給大兒子洪瑪奈，頗有洪家王朝的意味。而洪瑪奈畢業於西點軍校，上台後明顯靠向了美國，之前的運河項目停了，搞得雲壤基地也成了給他人做嫁衣。咱們不好直接出手，這次泰國替我們出了口氣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